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方克，我是伊特。今天我们会想要分享出发前的几件必知小事，以及这趟马来西亚之旅的旅游心得。不管是跟团还是自由行，都非常适合看今天这部影片哦。那我们话不多说，开始吧。马来西亚跟台湾有时差吗？没有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出发跟到晚上的时候，我们都不需要调时差。我记得飞行时数好像是4.5，就4个小时半到5个小时左右。飞日本东京大概是3个多小时，冲绳就快了，冲绳好像大概就到下飞机了，马上就到。很快。香港也是超快，所以已经飞到4.5到5个小时的时候，我们这一次因为带着长辈出游，所以我们买了经济舱前面花钱加大的位置。我觉得那个座位真的很不错。是不是平常那个很多有带婴儿的家长们，我记得好像会有婴儿床在前面，蛮可爱的。对。然后这一次我们就坐的那个位置，4个人其实非常的舒适啊，脚是可以这样伸直啊，看到我的脚丫，没有关系，OK 的。你怎么有穿袜子？我已经先穿好了。我一脚抬起来，刚刚英国买的，英国买开箱英国买的袜子。对，你可以抬高一点吗？英国买的袜子。好强。那我们来聊一下那个马来西亚的语言，就是我们这次去对谈如何啊，通不通？你觉得？当然，如果你到那边讲英文，大部分都是没有问题的。我们讲英文，跟日本人讲英文，跟马来人讲英文，或者是印度讲英文，各国家讲英文，其实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语言习惯跟腔调。哦，对，这是正常的。讲英文是可以通的，但是有时候会需要可能降低一点速度，我们就互相理解。因为再听一次，对，我不一定听得懂他们，但他们也可能会对我们讲的有一点点的模糊。在马来西亚很特别，他们的官方语言蛮多的，像是马来语、英语，对，都是他们必修的语言。可是我们这一次像那个一日团的那个司机麦达，我们 one day tour， 对，还有带我们去吃一间他的那个口袋名单肉骨茶店。口袋名单。对，然后我发现他跟店家对话，他们就会讲那个广东话。对，他们会讲广东话。对，我就觉得哇，这里大家都知道好多语言。没错，所以他们会讲华语、广东话、福建话。对，还蛮多种。有些地方讲台语是 OK 的。对，我觉得蛮厉害。然后，因为我们这次去那个吉隆坡，像你刚刚说，我们可能大部分都讲英文是 OK 的。因为我们前阵子有发一个有关马来西亚的美食跟景点啊，还有饭店开箱，然后有非常多网友跟我们分享，如果我们想要去的话，可以去槟城。对，他说槟城有很多很好吃的，然后跟很多华人讲中文，其实就还蛮方便。很多网友跟我们分享，一定要去吃槟城美食。对，这个我们等一下留到下一个部分跟大家聊。对，我们等一下先订机票。对。马来西亚的治安，因为我们到每一个国家都会讨论一下他们的治安是否安全。这次你觉得马来西亚治安怎么样？个人觉得还蛮不错的，而且大家都好热情哦，超级热情。你这次去吉隆坡一些咖啡厅，店员跟你打招呼，就哇很热情，我就觉得我好像来到英国。我们去 Costa 那个咖啡厅啊，那个店员我们3天都遇到他。第2天、第3天他问我们说，你们有去哪里？我们就跟他说 Batu Caves。对，然后我们就聊了一下，问我们觉得那边怎么样这样子。对。其实他们真的非常的热情。治安我整体下来，我觉得体验都还算不错，因为其实老实说，你在哪一个国家都一样，晚上的时候不要去一些暗巷啊等等的，然后不要太晚回饭店。所以我们也刚好都是这样。没错。所以我就觉得目前遇到的，我觉得 OK， 还蛮好的。我记得我们有一天在吉隆坡，好像从不知道哪一个站要走回去，然后顺便经过超市，也是走蛮长的一段路，也都是晚上，其实都还蛮 OK 的。然后讲到这个的话，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非常不错，因为其实台湾人非常喜欢去东南亚的国家玩。泰国暂时取消签证了，对，现在去免签。我就讲回马来西亚不用签证，所以我觉得 OK， 很方便。对，很方便。机票、护照，只要是旅行的话，你大概在30天内，你是这段期间来回的话，其实都免签是非常 OK 的。是不是要马上规划一下我们的槟城跟沙巴之旅？对，讲到沙巴，其实我们也蛮想去沙巴的。对，最近已经有在安排了，希望哪时候就可以飞喽。没错。马来西亚的物价怎么样？跟台北市比的话，它物价会再便宜一点点。我觉得好便宜，可能因为出国的关系，就算是跟我所居住的地方打平，我都觉得好便宜哦。对，因为你的心态已经开放成我现在就是出国旅游。对，我可能要吃一顿饭要花3、4倍的价格去吃，可是不用，这次去其实是比我平常
所花的消费再低一点点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，就是物价跟我想象中的差不多。对，很便宜耶。我觉得像这一次去吃 No.1， 哇，点这么多东西，吃起来好像也才100多马币吧。我记得不到1000。我记得很便宜，我们点很多哎，至少有6个主食吧，牛肉面、拉面、大盆鸡、刀削面什么等等等等等，超多的哎。然后每一个主食的面量啊，大概都是可能平常我们吃的面量1.5倍。所以整体算下来，我觉得物价真的 OK，CP 值超高。对，可是讲到这个，我又很想要分享一点，因为我们每一个影片上面都会分享我们这一餐大概是多少钱。对。然后很多网友都会跟我们分享，其实我们被贵了，然后我们就想说，我们竟然这样子被贵了。但是其实非常感谢，就是马来西亚的网友们跟我们分享这么多，我们可能所遇到的一些是不是有被贵啊？那这个东西好不好吃，或是哪里有更好吃？对，其实大家的讨论非常的热情，我们都非常非常的开心，蛮开心，又很愿意跟我们分享。我觉得没错没错，这样下一次去啊，我们就不会被贵，我们可以吃到更好吃的，然后我再跟你们分享。提到超市的话，其实我们每一次去一个国家，我们一定第一天都会先去它的超市。当地超市，对，这好像已经算是一个必踩景点。没错没错，去每一个国家最想要体验就是他们的超市，然后先看一下它在这个国家它卖的东西是什么。没错，比如说我们去德国跟英国，最多一定是什么起司啊、意大利饺啊、燕麦片。我这一次在马来西亚的超市看到超多，你知道是什么吗？酱油。我很想买，因为我们吃那个炒粿条，然后就很想知道大家是用哪一个酱油的牌子，还是大家可以分享给我们。我们在那里挑好久，然后就一直迟迟不敢下手。非常期待大家跟我们分享炒粿条、福建面用什么酱油。没错，可是讲到福建面酱油，等下又有得聊了。没错没错没错，但是真的很期待大家跟我们分享酱油。我想要在自己家里做出那一个味道。我知道可能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调味的东西跟配料。我有看到他还有卖一些其他热食可以吃。我记得你有买一个蛋挞，你是不是完全忘记了？蛋挞完全不记得，但是我完全印象最深的就是椰子汁。哦，对，还有摆好他已经剖好的那个椰子汁，然后有分带皮跟没带皮的。他是不是要把吸管已经包装在上面了，对不对？对，你可以买了之后直接插上去喝。没错，我爸的深爱。对，每天都要喝1颗。其实我爸说跟台湾比的话，它的椰子汁真的比较便宜，便宜蛮多的，而且品质又好。对，品质又不错，然后水又很多。这一趴一定是你最喜欢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觉得全世界目前我去过的地方最好吃、最好吃、最好吃的国家就是马来西亚。你好夸张哦！真的真的，我真的马来西亚的，我随便举几个：干式的肉骨茶、炒粿条、福建面，可以再点一盘。我觉得这可以说是我心中3大最喜欢的。真的假的？你以前就是在去马来西亚之前啊，你一直都是日本和牛对，我以前觉得日本是心目中的冠军，但现在我觉得马来西亚上来再上来。你这样会不会得罪日本网友？不会，我觉得日本还是非常好吃。说真的，以我个人的口味，它真的现在是我心目中的冠军。是因为它口味比较重吗？说到这个，我就有一个论点想跟大家分享。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的口味不是最重，像去了蛮多的地方，马来西亚的味道像炒粿条那些的味道都是非常够、非常浓厚的。日本就是像是拉面的口味会比较重，也会比较咸一点点。那韩国也是哦，也是有一些东西口味会比较重。那去欧洲，它不是偏咸，它是偏浓。对，像譬如说白酱意大利面，它的奶跟浓厚的程度真的超浓。所以其实这样比较起来，我会觉得的确我们在台湾的味道可能会比较清淡一点。对，比较清淡一点，可能也跟长久以来的生活习惯有点关系。我觉得，如果以马来西亚来说的话，口味上台湾人会适应，可能会觉得稍微重一点，但是是适应的。它的口味都很重，都到位，所以每一样我都觉得好吃。不过也是因为口味重，才会觉得好吃。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马来西亚，或是不太确定马来西亚料理的话，其实你可以先在台湾试试看，因为台湾其实有几家店是做马来西亚菜的。对，这边分享3家，对，给到大家。等一下，你这样有业配吗？没有，还是去邀约一下？对，明天先去邀约一下。要那个放特探店系列，这次在那个马来西亚的探店，我觉得成效还不错啊。其实蛮多网友给我们很多很棒的反应。对，我觉得还不错，然后会推荐我们应该要去哪里吃，去哪里这样，我觉得还蛮好的。没错，那就换我们分享台湾3家马来西亚给到大家。对，第一家就是在那个锦州街，叫做面对面。店面我
我记得它店面位置不多，然后比较挤，比较像是在地小吃的感觉。对，价格非常合理，而且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道地。它真的蛮好吃的，它的炸豆腐我觉得一定要吃。对，还有它的炒粿条。对，炒粿条必吃。另外一间金爸爸，对，金爸爸我就觉得不错，可是它算是比较高价一点的，的马来西亚餐厅，蛮高蛮多的。但它有一道菜，我觉得也好吃，炒萝卜糕。对，哇，深得我心。对，它的味道跟炒粿条很像，然后只是它是变成炒萝卜糕。没错，带一点微微的辣，哇，好香。我们上次说，我们以后去就只点3份萝卜糕，其他都不3份炒萝卜糕。他说，请问今天要点什么？3份炒萝卜糕。还有一间是我们第一次在台湾吃的妈妈达。对，妈妈达也是在台北东区那边。对，没错。然后我记得，因为一开始我们第一间会去吃它，是因为那时候马来西亚餐厅不多，我就想说大家推荐我们去吃，其实也不错啦。对，也蛮道地的，好像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哦。对，它价格在金爸爸跟面对面之间，所以比起来的话，应该是金爸爸的价格最高，然后妈妈达跟面对面。想念炒粿条的话，也可以去这3家试试看。看你习不习惯马来料理，如果觉得 OK， 哇，出发吧，该飞了，各位。现在聊一下小吃跟水果好了。你知道我记得店家是写菠萝蜜，所以我们都一直觉得那就是菠萝蜜。对，没错。很多网友跟我们分享，有些说是菠萝蜜，有些说不是，又有些人说是榴莲蜜，但是没关系，到底是什么？对，还是很好奇。我后来发现，就是为什么我不太敢吃那个味道，我觉得它吃起来一丝一丝，跟它的那个口感，很像台湾有一种水果叫枇杷。超像的，然后我非常讨厌枇杷，所以我一吃就哇，好像枇杷，然后我就吓一跳。然后我被猫山王击落，我觉得其实有一个网友形容真的非常的深得我心。他说：“你第一次吃榴莲，不要去吃猫山王，因为太过于浓厚。”他说可以去吃比较清爽、清淡一点点的，就跟你第一次学喝酒，不要直接喝高粱。对，我觉得哇，这个形容哇，瞬间完全理解。其实我们一直以来都有非常多不敢吃的东西，非常的挑食。利用出国的机会来训练自己吃一些平常不敢吃的东西，因为出国了，我们就会想要去体验看看。其实我觉得这个还蛮不错的，没错。因为不然平常其实，在镜头下觉得说我不要，绝对不要，绝对是推给别人。为了频道。吃，跳脱舒适圈。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去马来西亚，它的那个餐厅还蛮多元的。对，就是不只是马来菜，你还可以吃到什么印度菜啊，然后中东、土耳其、日式料理超多。我们有买一个我觉得很好吃那个卷饼，好像叫沙威玛，可是它是用卷的沙威玛。然后我发现其实卖沙威玛的摊商非常多间，蛮多间的。你知道为什么会吃吗？因为我妈经过了很多次，丝丝恋恋，然后那边吃超多东西，没错。然后我妈就说，可是她还是很想吃，我们就想说 ，OK， 你都提了，我们就去吧。吃，绝对是想吃就吃。对，然后吃到饱，肚皮已经撑了，我们还是买。那个真的好吃那个真的是皮很薄，里面料又多，肉又非常的多汁。对，我觉得试试看，如果有去马来西亚，除了他们当地菜的话，还可以试试看它的沙威玛。那我们聊一下马来西亚的天气如何？哇，我出发前的预期啊，因为那边真的其实已经是热带地区了。我们是8月去的，台湾当时的温度每天中下午已经到达34度。记得那时候很热，8月很热，超热。然后马来西亚其实它是一年四季都算是夏天嘛，没错，已经做好非常热的心理准备，短袖短裤，然后你可能会走在外面吃东西、吃小吃等等，我们就已经做好。好，我就是流超多汗，结果还 OK 耶。去吉隆坡打开，29度对，甚至晚上的时候会到可能27，好不好？对，我就觉得哇，好舒服哦，非常 OK 耶，吓一跳哎，真的，所以其实跟我们预期有点不同，加上马来西亚，我们那时候是去吉隆坡嘛，吉隆坡也稍微比较干一点点，不会黏黏的，不会有黏黏的感觉。最高温中午好像我记得也就到31吧，那个时候我们会在百货公司。对，因为方克之前去了1、2次去表演嘛，他就有跟我讲说，你一定要就是穿短袖之后带一个薄薄的外套，因为他们冷气非常的强。真的，我第2次去马来西亚的时候，也是去做演唱会的时候，马来西亚的冷气不管在每一间的店面或者是室内，他们的冷气都是开的还蛮强的，对我们来说其实好舒服，真的好舒服。大众交通工具也冷气也是很强。对，提到你刚刚说吉隆坡有一点偏干燥，就是因为它可能没有那么靠海等等。对，这次我去马六甲，马六甲就真的有一点湿湿热热，就比较湿热一点的，所以就觉得哇，一到马六甲感觉很像台湾。对，好热，没有违和感。马六甲真的我觉得还算是一个蛮有特色的地方，也是蛮推荐去的哦。因为它算是整个城镇都是那个世界文化遗产，古色古香，对，蛮特别的。
提到住宿的话，其实我们在出发前一直在思考，因为我爸很想要吃那个赖尿虾，是撒尿虾还是赖尿虾？那是撒尿牛丸吧？哦，你不要乱凑。他就一直很想要吃赖尿虾，然后他就想说想要去超市买。我就一直在思考，要租有那种有厨房的民宿呢，还是要租饭店？后来决定还是以饭店为主，因为我后来觉得马来西亚料理非常多种，然后如果我们是第一次去的话，其实可以先尝试看看每一间餐厅他们煮出来口味如何。如果到了第二次我们再去马来西亚游玩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可能就会开始煮有厨房的。没错，第一次去我们去体验当地的料理，所以我们这一次选的，后来决定说好，那要选饭店。上集我们有分享吉隆坡的5星酒店希尔顿，希尔顿开箱。为什么会订希尔顿的原因，是因为地点很好，因为我们从机场然后到中央车站，一到了之后走出去大概5分钟内吧。它是直接内部连通道的完美地点。因为你是带长辈去，所以我觉得你行李也不要拖太远，或者什么你还要搭计程车去哪边住，就非常麻烦。没错。所以我觉得它地点还不错。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，它的价格很亲民，非常 OK。那时候好像一个晚上2间双人房。对，你如果以1间双人房的价钱来说，大概会是台币4、5千左右。可是如果你在其他国家的希尔顿，或是台北的希尔顿饭店，一晚就大概8000多还9000多，双人房的话，所以其实价格非常的亲民。打开窗帘，下面是游泳池的那一个。对，我觉得很棒啊！好可惜，我刚好是因为我的好朋友来。还有一个重点，早餐buffet品项真的非常的多，很好吃哎。对，其实很喜欢吃早餐buffet的人，我觉得还蛮推荐希尔顿。没错。我们这样讲一讲好像有业配，重点是有业配。真的，欢迎大家去看我们希尔顿开箱，看一下我们的早餐。像我们去欧洲有一些地方，它已经没有提供一些备品，比如说牙膏、牙刷什么。然后这次去马来西亚的吉隆坡饭店还有，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我们一进去房间的时候，就发现冰箱里面已经有摆好很多饮料啊，或者旁边有一些小点心。没错，其实它是要钱的，想要方便的话，不想要出去买就直接在那边开，可是价格当然会相对差很多。一定会，毕竟是饭店直接帮你准备的，这个不管到哪里，其实都一定会比你去超市买还要贵一些。我们来聊一下马来西亚的一些交通方式。我们住在吉隆坡中央车站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它有地铁，或是轻轨、火车、计程车、Grab、一日包车，对，巴士还蛮多种的耶。这次去马六甲，我们是请麦克大哥 One Day Tour， 我觉得非常舒服哎。其实马六甲它还有其他可以去的方式，比如说你可以坐那个巴士，对，你可以从机场去，你也可以从吉隆坡去，没错。可是因为我有查过，我觉得它会有一点麻烦，因为你可能到马六甲的市区中心，你还要到机场街的话，你还要再转车，所以我想说，好吧，那我就用一日包车方式。没错。刚好有带长辈，所以我觉得很方便。对，你直接从那个饭店走出去，然后他就直接接你。对，他就在饭店的正门口。对，就上车了。我觉得很不错哎。没错，我觉得还蛮方便的，而且中间你可能临时想要去哪里，或是你有什么特殊的一些你指定的餐厅想吃，或是你想要叫他推荐餐厅，他都会非常自由的带你去吃。因为它有2种方式，一个就是8小时跟10小时，然后我们选的是那个1日8小时来回。对，所以说我就觉得还蛮 OK 的，其实蛮弹性的。我今天想要删减哪一个行程，想要增加哪一个行程，跟司机大哥讨论一下就 OK， 自由度还蛮高的。然后讲到你刚刚说吉隆坡市区的那个交通，我记得你有做一个教学。现在在马来西亚吉隆坡坐地铁是一个新的地铁系统，学习新的事物。Cash。OK， 来，现在看到这画面呢，先选 English， 因为我只看得懂 English。那我们要做的是 LRT， 所以我们按这一个。然后接下来我们要去的是这个站 Pasar Seni，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念了，其实。然后我们有4个人，然后它就有总价马币5.2，按 Cash。好，他吃了5块，吃饱了，假发，长这个样子，很像那个台北的捷运票卡。Finish Go。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怎么买票了。我相信住在当地的马来西亚人一定是没有问题的。这边也就分享给其他没有去过马来西亚的，你第一次想去自由行的都可以参考看看。那到其他城市的话，像是槟城、怡保或是沙巴，我觉得我们就比较推荐用开车的方式了，其实会比较自由，然后也比较方便的到每一个点，一样要做好一些自驾的功课。讲到这个，因为我记得我们往那个马六甲的路上，司机大哥开那个高速公路，然后我们就问他说，为什么你们的那个摩
摩托车会这样子转来转去，没错，是可以开上高速公路的吗？然后大哥就说：“对啊，对啊，这跟你们台湾不一样吧？”我们真的吓一跳哎。当时啊，我们已经是时速100多了哦，然后旁边的车时速也是100多，然后他就在这2道中间，那个摩托车是这样子，以时速比我们100多还快的时速猛烈的穿。我吓一跳哎。他说这个是常态，他还跟我们说，那个如果我们坐在后座一次尿都闪出来，不会想再坐了。所以如果我们之后要去，比如说槟城或者怡保或其他城市自驾的话，可能要留意一下，就是没错没错，虽然要顾好自己，也要顾好别人，对，要小心一点。有蛮多特殊的心得，也在刚刚前面都跟大家分享了蛮多的。老实说，我原本的期待度可能是80分，就我去了之后发现变100分回来，哎，我觉得很棒哎，有吓一跳，我就觉得哇，这个地方它的吃真的是不得了了，太好吃。我记得我们回来没多久，我们就是吃刚刚推荐那个金爸爸。前阵子带了方克爸妈去吃金爸爸，改天让方克爸妈也露个面。可以哦。我真的觉得马来西亚是一个非常适合带长辈，然后也可以慢慢的去旅游，比较轻松。然后可以到处吃吃喝喝，因为其实饮食的习惯算是蛮像的，蛮接近的了。那我们应该也会在近期就赶快规划一局了。上一次发了那2、3部影片之后，还蛮多网友非常推荐我们一定要去槟城美食之都。没错。然后我就听一听，好想要赶快买机票去哦。还有一个网友跟我说，如果我们再去的话，可以找他当导游。真的假的？你说真的。我那个槟城的吗？对。欢迎网友当我的导游，请带我们去吃当地的特色料理。其实我们是以观光客的角度去玩，没错，吉隆坡、马六甲等等的。其实我还蛮希望我可以吃吃看当地大家都在吃什么，然后一些特色料理。很想要分享一些就是真正当地居民他们在吃的一些食物给到大家。那一定是跟观光客的餐厅不一样，一定不一样。然后一定我们就不会被贵了。没错。以上就是这一集想要分享给大家的一些使用小心得，帮助你在做旅游功课的时候可以更上手。喜欢我们的影片，记得要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就下一次见喽，拜拜。拜拜。我忘记戴耳环了哎。没关系啊。好，你要戴吗？来不及了，现在戴很怪啊。录起来了，当做花絮。你怎么偷录？我以为现在还没开始录。